大家对高粱嘅印象，太先能敢那想到高粱酒。多年前，经济政府上水政策，开始推广农民种五谷插粮，因为高粱都係其中一種。土生組有農民始終了後，除了種嘅技術愛克服，天時未係太考驗，運順賣未係問題。真正呢，今年推廣高粱盤，研發呢片米報嘅老成為高粱盤團，還同高粱粉拿來做棒，可上一道。每次能結合採地小農出產嘅農產來做豐沛產品，希望本行卡東人認識高粱推廣出去。來看記者吳志娟、李明定嘅報道。trường hợp tu hong小農農嘅米飯，加佢哋貼片嘅高粱，增加食用嘅口感，同時未帶本消費者無共用嘅新感覺。同樣田橋杜洪種嘅農作物，就可以近年來台灣政府推行嘅插糧作物高粱。正常成熟的高粱哦，都是這樣的，看起來都是這麼漂亮，這樣子，對吧？哦，這上面這樣是因為颱風的風太大了，哦，它在授花粉的時候就已經被打到了，所以它已經受傷了。農民劉正玉條黑馬為種高粱，係認證政府推行上水政策。我們本身都是種水稻，哦，就是因為這10年來，因為科技業的發展，還有居民也變多了，北部的人也變多了，它主要的水庫的水都是要給政府，還有民間，還有科技廠用水，所以政府就鼓勵我們種雜糧，所以我們就是嘗試了種雜糧。其實種了這雜糧，其實都是沒賺錢。現正舊時啲台灣係東少年來做，故所一開始未遇到咧遇到嘅困難。種高粱嘅時間差不多係3月，一期是3月啦，後天一期是7月開始，大概10天強哦，10天嘅時間差不多。但是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因為北部的田區都是黏土，但是我們翻好土，只要一場大雨來了，完蛋了，就是黏土吸了水，在10天又不乾了，就變爛泥巴，又沒辦法種。我們要等到它的田的濕度剛好的時候，我們才能播種。對，也是有一點難度。都冇簡單種出來咧，尚要遇到賣唔出去嘅問題，銷售通路還有消費者要接受冇未係動態嘅難題。因為高粱是一個蠻營養的那個穀物啦，一般人是你要在外面吃是吃不到。對吧？而且高粱它也很厲害，是它節水，它像我們這個它是怕水，哦，它不用太多的水它就可以長，但是它只是收起來真的不知道怎麼辦好，所以只要是營養午餐，我們想要變成米的話，應該就會銷比較大，可是也要學校的願意啊。因為它的殼太硬了，所以它前置作業其實挺長的，所以就是一般民眾覺得吃到高粱米飯其實好吃，他也會問說怎麼烹煮，他會聽到這烹煮的過程就是非常的花非常多的時間，他們第一個時間就是啊我放棄了，我直接買現成比較快。故所行到兩公婆，必到會推廣高粱，行嘅保養、用山、就大幫好屬意，嘅天同高粱米粉加入到各種烹煮方，研發各種好食嘅高粱風配比。將佢啲基督方搞定呢，就可以加入高粱米粉嘅麵團，為做出好食嘅高粱熟棒，含有可上一道。就是它其實是不屬於高筋，它屬於低筋，所以如果要做成蛋糕類，或是做成戚風類，它是可以用到100%的高粱粉去做的，對。但是如果做到那個中筋到高筋以上的話，就必須要再添加一些麵粉，它才可以去讓它發酵。大幫用山嘅好屬意，啲各種杜方加入菜地種甘美嘅農民做出嚟嘅高粱，在個表意配盤空，送意配上，希望做出嚟嘅成品會改變大家對高粱嘅想象。就是目前的吐司的話，其實是我是用日本的麵粉，然後大概是抓20%的高粱粉去做混合這樣子，那它有它基本的 Q 度在裡面。
同高粱米粉拿来做出防破片以前，加豆每次的拿来做酒，不过有多多的动多难题。就在想说高粱除了酒，因为酒其实算是特规嘛，有些因为我们不能在网络上 po， 也不能去行销，然后又也不能去做任何的宣传，连 FB、IG 什么都不行，因为它有一个那个酒的规范在这样子，对，然后就看，原来它还是个五谷杂粮类，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继续往它是五谷杂粮类这个部分去做研发。这个呢，就是先介绍的是我们的新产品，它上面那个一粒一粒的就是高粱。那为什么会有高粱呢？就是因为高粱其实是我们节水政策之下的一个作物，因为现在是气候变迁，所以那个已经越来越没有水了。但是高粱它不太需要用到水，所以呢，我们就是倒做完之后就会种高粱。阿强山同宁夏公结用为中，含有开发高粱相关产品嘅理念。为了佢同自家嘅米含有高粱亚条农作物开发含卡毒嘅商品，佢成立呢一间工作室，卖采替小农嘅产品以外，卖爱本含卡毒嘅消费者做定认识亚条同好嘅农作物。就是这个饭团是那个徐芳老师就是帮我们做研发的，对，然后就是它里面有加我们的高粱粒，然后跟我们的产销履历的稻米，然后做出一个微波食品，然后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让大家认识五谷杂粮类有高粱这件事情。除了研发防配面包以外，佢美同美食专家共下研发高粱米饭团米波食品。而且老师的想法其实就是让我们出乎意料，就是他用那种油葱，客家油葱的概念，然后用拌饭的概念，然后每一口都吃得到高粱，就是不会只是说单纯的就是一个馅料的一种，可能就先只是白米饭，然后才能吃到馅的感觉，就是每一口都是有油葱跟高粱的味道在里面。就是当初的开发的想法就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在陕西街是点不开吗？在家里的时候吃那个猪油拌饭，猪油拌饭最主要的就是猪油的渣，那个炼油的那个渣，所以就是像我小时候就是吃这个猪油渣跟酱油跟去拌饭，我觉得就是想念阿嬷的一种味道。里面就是加了一些我们在地的小农的杏鲍菇，到玉米笋。还有油葱，油葱是客家地方的当重要的东西啊。同有传统风味嘅高粱米饭团，高工艺采替小农嘅食材，含有客家油葱，食起来就係當無香用，人下未忘記陳述，未吃到懂形色。它吃起来有点像，就是我们就阿嬷小时候会做的那个，就是油葱的那种油葱拌饭那种猪油拌饭。对，可是因为那个它里面又有再加一些在地小农的那个玉米笋跟那个杏鲍菇，所以变成它是很有营养价值的一个食物。然后再加上高粱拌在饭里面，我觉得这个口感跟层次是我在外面没有吃过的味道。然后它这个上面也是加了我们的桶干酱，然后跟我们的马斯卡彭去做一个抹酱的概念，对，然后就会等一下试试看，就是把它抹在吐司上吃看看它的味道。開發出來嘅高粱麵包熟烹一道，很特別地採替小農開發嘅高種，希望做得同一道採替嘅農民聽數。其實很多橘子，就是峨眉或者新埔，他們都有出橘子，然後橘子的青農也很辛苦，所以我們就是依季節，像現在是12月是橘子大出的時候，會搭配他們的橘子來做運用，然後運用在我們的吐司上面的抹醬，或者是運用在我們的餡裡面，對。那也可以运用在欧式面包，因为欧式面包其实你们很常吃到那个水果种类的欧式面包，其实我们也会运用在那个欧式面包里面，这样子。对，高粱面包食起來又 Q 又成牙，行家要家己用自己果子做出來嘅甘味醬，人下食落度都係動滿足。因為鹽可頌，然後橘子搭配起來，佢嘅兩下腔啊食落去，真嘅無香濃嘅感覺。有藍的味道，又有甘的味道。我的想法是玉山真間當厲害啊，會做出啲愛用的產品，當好食。有辦法講老啲紅高粱的東西都去推廣出去，讓係好的事情。外面吐司可能它就是
放了比较容易快发酵的东西，所以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它很 Q 弹，然后吃起来让人家很舒服。这个，然后他自己做的这个蘸酱呢，就非常的好，我们吃起来就会觉得很有幸福感。今年的台风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橘子？今年台风很凶哎，像那个10月23号那一天，台风还没进来，对，但是台风的外围环流，再加上那个东北季风的公办效应，那个这边的风速到6、7级。阿玉山合作嘅农民，佢都會設置許多農園群同佢做交流，未希望發展出很較多無共用嘅新可能，還要結合出新嘅風向。它味道很像柳丁。对，它盖人家一打开也是像柳丁一样，而且非常多汁，它可以做在那个烘焙里面，可以做那个甜点类。共下合作種柑味嘅農民用種法係新種農民嘅，對加工開始種柑味，高級木卡本來係種茶，不過現在舊時家私見來見唔好，將改種柑味。挑白兩片乾了煙，挑白係種茶。挑白動流行嘅東方美人茶、碰風茶，另外一種名字叫碰風茶。該區茶嘅價錢好，但是大家都該種茶，就價錢變唔好咧。然後有人就說可以改種柑麼，就是桶柑，然後我愛共就把該茶全部廢棄。然後轉種桶柑。種法轉到家鄉過後，唔但將增加種植嘅品種，每天天的改變本地嘅傳統農法。那時候想說從土壤改變開始，想說有好的土壤就會有好的樹，然後好的樹就有好的果實，好的果實就會讓客人吃起來就是覺得好吃安心。對，那時候剛回來，政府也在推那個產銷履歷，對，產銷履歷的驗證。然後我就從產銷履歷開始做，然後也有專門在鑽研要如何改善土壤。佢哋銷售嘅方式講未做嘅改變，開發新嘅通路，未開發的同柑各種亞條相關商品。產量大的時候，那時候市場價錢不好，我想說，那能不能做出一個加工品，能夠把這些比較不好的水果，把它處理成做成加工品，就是果醬。那時候桶柑也覺得它的風味有酸又有甜，然後吃起來的很有橘子的味道，很有層次感。對，那時候也剛好就是用桶柑來做。每認真認識阿玉山同家嘅柑味各種亞條拿來做出烘焙麵包，每唔到啲嘅同期天小樹，還有大塊苗商。它等於是在開發新產品，就是我不知道的領域還可以這麼做，就發現加工品是無限的想象，還有無限的創造，這樣覺得很開心。就來到剛回來就覺得很像單打獨鬥，然後後來認識玉山，還有幾個青農，大家一起合作，我覺得大家一起走下去可以走得更遠。對，這樣合作模式我覺得很棒。那我用到中房的桶柑果醬的時候，我就覺得哇，那個味道就是剛剛好，不知道怎麼形容，反正吃起來就是剛剛好。對，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桶柑果醬跟桶柑的味道也不會因為做完果醬之後，那個桶柑的味道會失真或是不變掉這件事情，然後我就覺得這件事情是可以做推廣的。這樣。阿玉山打破無共用嘅合作方式，希望做得改變大家對高粱是做得拿來做酒嘅傳統觀念。推其實這件事情有沒有看到未來？我不能說有沒有，但是至少我往前走，看讓大家認識高粱，其實它是一個五穀雜糧，然後讓大家可以願意吃它，然後認識這件事情，然後讓他知道說，其實它是我們一個政策之下的一個節水作物，也讓大家知道說氣候變遷其實當我們沒有水的時候，我們當糧食自給自足缺少的時候，其實我們還是必須要供應我們自己基本的，對，所以這件事情會一直往前走，其實有一部分的理念是在這裡。比到嘅推廣上水作物高粱，先從菜田農民打幫行卡多年嘅產品，為本消費者認識，未結合菜田嘅小農強卡做推廣。
家头甚至期盼高雄相关嘅小旅行 DIY 也都发通，而用各种嘅方式，带帮行客多嘅人发现到高雄嘅新港车、韩国假嘅产业。